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张凌赫首破民国币，纨绔少爷变疯批少帅，王楚然复仇刀尖舔糖。横店片场35°C高温下，张凌赫扯松军装领口，墨镜下眼神淬冰。这场迟来5年的民国首秀，他要撕碎所有古装扮永久标签。188厘米贵公子破壁战，从仙界到乱世的演技豪赌。监视器回放着张凌赫捏碎酒杯的镜头，玻璃碴刺进掌心，鲜血直流。他却盯着王楚然狞笑：“任小姐，我的血够染红你旗袍吗？”这场即兴表演让导演易军精力起身，慕容清逸的疯批赶成了句号。5年等待终破民国封印。自苍兰诀长横仙军封神后，粉丝举着求民国戏，手扶蹲守各大发布会。某次红毯上，他摩挲着主办方准备的黄包车道具，轻叹：“其实我最想演乱世孤狼。”如今慕容清逸的复杂人设堪称量身定制，表面是抽大烟的纨绔少爷，实则是卧薪尝胆的复仇者，最终蜕变成抗日战场上的铁血少帅。造型路透引爆全网舔屏，军装马靴衬得188厘米身姿如松，金丝眼镜后眼神阴鸷，换长衫直折扇时，又化身温润如玉的贵公子。最绝的是雨中持枪剧照，血水混着雨水顺下颌滴落，破碎感与狠力交织。网友惊呼：“从战神到军阀，这张脸为乱世而生。”灭门血案修罗场，双强 CP 的致命引力。王楚然指尖划过张凌赫染血的领口：“当年救你的那碗粥，该喂狗。”这句剧本外的台词，让慕容清逸的瞳孔骤然收缩。原著中这对 CP 堪称民国美学核弹，他救他命却遭灭门，他为寻他假死真相与家族决裂，重逢时他竟成他的准大嫂。情感张力在身高差间炸裂。王楚然170厘米的身高配张凌赫188厘米，俯身逼视时压迫感拉满。路透视频里，他掐着他腰抵在雕花窗棂上嘶吼：“任素素，你的心是铁铸的吗？”而他仰头冷笑时，珍珠耳坠晃出冷光。更虐的是生死结局，日军炮火中，慕容清逸为护任素素胸口中弹，他背着她趟过苏州河，最终相拥沉入冰河。匪我思存是虐恋遇上义军暗黑美学，刀刀见血。导演将用琉璃灯影切割缠绵戏，以烽火硝烟烘托诀别吻当年媚者无疆的断指染血镜头，这次或将升级成心口曲坛的痛感美学。撕开甜宠舒适区，民国剧迎来硬核革命。张凌赫团队婉拒3部古偶的消息在业内疯转，经纪人私下透露，他啃完原著后失眠3天，说这是演员生涯的成人礼。为贴近角色，他减重12斤，凸显颧骨线条，更向京剧老师学习旧时纨绔的步态甩袖，转身间要有醉欲颓山的慵懒感。转型背后是残酷市场逻辑。当95生深陷仙侠内卷，民国题材成破局利器。参考王一博无名斩获16亿票房，肖战梦中的那片海豆瓣8.4分。质感正剧已成流量转型黄金赛道，但风险同样赤裸。匪我思存原著中假死换身份、叔嫂文学等情节极易触发审核红线，编剧团队5亿起稿才保住核心虐恋线。真正的野心在格局升华。当慕容清逸撕毁家族盟约投身抗日，当任素素喊出上海滩的魂烧不尽，个人情仇中汇入家国洪流。这恰是当下市场稀缺的浪漫英雄主义。乱世儿女用爱恨照亮黑暗，比甜宠撒糖更具史诗感。慕容清逸在终章写道：“这秒过火的孽缘，竟烧亮了半世沉沦此刻戏外，何尝不是张凌赫演艺生涯的浴火时刻？”当古装男神集体转型，
你觉得张凌赫能靠疯批少帅杀出新路吗？民国虐恋和仙侠甜宠你更吃哪套？评论区开战。